大家好，我是 Klaus。最近中国江苏的几个本科学校降级，学生本来花了高昂的学费，到头来却拿不到本科的学历，引起了多所学校学生的联合抗议。抗议的学生紧接着就受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不少学生被警察打伤，媒体不报道，学生自己发到社交媒体，不是被删除，就是被标签为境外势力。在这些学生当中，不乏当初支持香港警察的，现在轮到了他们身上，真是现世报啊！当初人民日报发的贴文，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被现在的网友改成了我支持南京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这样讲既是反串，不过也是真的。在中国，除了被打的，其他人都支持警察。网友把警察殴打学生的照片发到网上，结果很多人评论说，那怎么能叫殴打？那叫维护法律尊严。扣押人质的你们还有脸嫌警察下手重了？是一群不稳定分子先攻击工作人员，难道不该打？还有网友直接称呼学生是暴徒，香港废青，说支持警队。抗议的结果是官方发布公文，终止将学校降级，但整个官方公文非常简单，并没有如何安抚学生情绪的措施。让中国政府做出妥协，那么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此次抗议用党性来看，就是一块试金石。如果这么点考验都受不了，给一点社会主义的铁拳就喊疼，那以后怎么能做党的铜墙铁壁呢？已经有学校在统计参与抗议的学生了，只要那2000旷课的全部按抗议者处理。政府已经把抗议定性为暴动，把学生定性为暴徒，领头的学生这辈子都完了，跟风的轻则处分，重则开除。在中国确实是这个样子，一旦被定性为反革命以后，不只是影响一辈子，还影响3代人，自己的子女一直到孙子辈都过不了政审。入党参军、考公务员，还有国企事业单位等，都必须要先通过政治审核。中国的政审就是古代变相的在脸上刻字，让人永世不得翻身。就比如89年在天安门抗议中侥幸活下来的学生，到后来也全部被打上烙印，一辈子都不会被体制重用，只能在底层做一个平民。中国官方历来都是这样的手段。网友季风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带头的杀掉，其他的人给点甜头，以后没人敢出头。就像前段时间某学校学生抗议5·1不放假，最后跟学校沟通的结果是，只要把学生的领袖交出来，其他人就可以放假。这次学生抗议也是如此，没有参与抗议的享受到了胜利果实，官方撤销了降级，本科的学历得到了保留，但是抗议的学生却被严惩。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是喜欢玩这个游戏，让中国人明白，听话的人会不劳而获，而不听话的人会自身难保。枪打出头鸟，这句话深入人心。麻木的人一边享受着抗争者的人血馒头，还一边骂他们蠢。很多媒体人把这次学生抗议的事件定性为学潮，跟香港学生抗议甚至是跟6·4相提并论。这次抗议虽然规模不能跟6·4相比，但可能是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了。10几个学校发生抗议，每个学校参与的人数多达数千人，有些学校出动数百警察，甚至由武警开防暴军车进入校园。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用喷辣椒水等手段，完全感觉是发生在香港，甚至有天安门的味道。但是这次学生的运动在性质上和香港学生抗议与6·4学生运动完全不同，那就是这次抗议完全是因为抗议学生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发起的，抗议的目的也只是单纯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益达到了也就满足了，甚至有时候可以为了利益出卖同伴。比如这次学生抗议之中，有学校就鼓励班干部举报抗议学生，举报者奖励入党积极分子的机会，很多班长都参与了。而香港学生和6·4学生，他们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民请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抗争。为了利益的自然容易被收买，而他们是因为能让中国真正改变的，一定是一群不为自己、不怕牺牲的勇士站出来。反观这次江苏学潮之中，学生只是为了讨回自己的损失，并不是在思想上有多深刻的领悟。
所以有很多人就算被维稳、被镇压，依然不会改变他们爱国的初心。网友高 Z 了说，我们的很多视频发不了任何平台，我们像被困在了孤岛，但是我们也不想给坏人抹黑国家的机会，所以一直在找外网的发布者要求删除视频，也确实有人到 YouTube 上面要求博主删除。真的是生是中国人，被中国铁拳砸死也要做中国鬼。当然也一定有另外一部分人在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彻底感受到了这个所谓的保护人民的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一个自称依法治国的国家之前在大内宣洗脑下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完全崩塌，彻底醒悟了。但是这种被铁拳砸醒的，对于整个中国形势的改变意义大吗？我认为不大。被铁拳砸到的人清醒了，就会被贴上暴徒、反革命分子等标签，在中国从此也就失去了发声的机会。然后其他人永远都是活在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里面，他们的生活就是不信谣、不传谣，其他时间就是给少数清醒的人扣帽子，打压他们的声音。在中国能发声的就只有大内宣和被大内宣洗脑的人，这一点在短时间内都不会改变。这次事件相信很快就会平息，中国人又很快会迎来下一个看点、热点，因为中国最多的就是无知的观众。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期节目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客观评价了袁隆平先生。网友恶魔说，造神袁隆平其实就是为了甩锅，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错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因为当时没有杂交水稻。网友血小板说，希望走的是另一个平。网友 Lester Chen 说，养活中国人的不是共产党，更不是袁隆平，养活中国人的是40年代东北的日本稻种，50年代的苏联156援建工程，60年代的加拿大粮食援助，70年代的4-3方案进口化肥设备，80年代的市场经济，以及现在每年1亿吨粮食进口。归根结底，养活中国人的是西方的产品、技术、经验、人才、投资和制度对中国的不断输入。网友 Michael Kelly 说，如果袁隆平真的喂饱全世界，那为什么朝鲜一直以来都是缺粮饥荒？问得好，中共自称是朝鲜的老大哥，跟朝鲜是社会主义的好兄弟，家门口的兄弟都还饿肚子，却说自己喂饱了全世界。网友 Free China 说，中国人是个奇葩的种群，他们制造了一个不可质疑的神，导致饿死3000万，然后又制造了一个不可质疑的神，声称让他们吃饱饭。中国人一生都活在造神和造粪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必须时刻需要一个神来拯救他们。网友 Medic 富说，我是香港人，从小就吃泰国金象牌香米，如果按战狼小粉红的话来看，那我应该感谢泰王养活了香港人，但我并不会感谢他，因为我知道这只是这个世界其中一个平平无奇的商品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何来感谢？网友涛梅素说，真正该感谢的是弗里茨哈伯，由于他的人工氮肥造成了20世纪的人口大爆炸，没有氮肥，中国只能维持4亿人口，多数还处在营养不良的情况。全世界70亿人都应该感谢他，没有氮肥，农产品不可能如此充足与便宜。网友 Winnie the Pooh 表示同意。网友烂椒 YouTube 说，我想起了老夫子漫画的一集，老夫子和一个基督教朋友吃饭，他看朋友在祷告，就问他为什么祷告。朋友说，我在感谢主赐予我粮食。朋友反问老夫子，你不祷告吗？老夫子说，我不需要，因为这些粮食都是我用钱买来的。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